大家好，今天我在碗里面发现了一种不明的生物，跟大家来近距离的看一下。我来调一下焦，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看到。反正这个水里面杂质蛮多的，跟大家来描述一下，这小虫子在水碗的最上方，就是飘着的这两个东西。水里面那两只小虫子看上去好像跳虫啊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之前家里面被跳虫侵扰过，我费了9牛二虎之力，他们全部解决的。现在水里面又发现了这种小虫子。看上去挺像的，但感觉又不是，所以说为了确认，我们需要来放大看一下。我把那些水倒到了一个小水杯里，我们现在可以采样了。我先把这个小虫子找到，要想抓到这只小虫子可是不容易。我现在就在我的吸管里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这就是我们水的采样了。这个水的采样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杂质。这个杂质呢，有可能是我的口腔细胞、口腔里面的皮肤一类的，因为喝水嘛，所以就掉到里面了。然后我们来找一下之前我们看到的小虫子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吧？这个小虫子现在已经被压平了呀。看上去并不像一只跳虫。这个样子看得不是很清楚啊，让我们放大一下，换一个更大的物镜，换10倍物镜。这样子就是160倍放大了。由于下面有水啊，所以说这个虫子还在水里面打颤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虫子的两边有2个比较长的带子，然后这带子有点像绸带。看到这边的这个绸带还打了结，另外一边就基本上平铺。这个虫子的主体嘛，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。水生物都是这样子的，一压平了就看不清了。早知道我就直接把它放到水滴里面看了。难道被我压死了？不可能吧！我们再放大1倍，40倍。这是个什么虫子呀？那在这个放大倍数下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细胞了。但是至于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，我们还是不太清楚的。跳虫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排除它是跳虫的可能性了。有的人或许会说，这个虫子怎么还在里面一抖一抖的？其实并不是这个虫子在抖，而是里面的水在抖。我用的是那种里面有凹面的载波片，所以说里面会是有水的。我们一动，这个水就跟着颤。到最后我们也没有搞清楚水里面的虫子是哪一种，这个有点伤脑筋啊。有知道的同学们欢迎在下方留言呢。我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，这个虫子有点像跳虫，而且是水里面的生物。有可能是因为我把它给压平了的缘故吧，真的是看不出来。那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